那么鉴于现在鼠标同质化太严重，同一套配置超个模具就能美美开卖，只有品牌与品牌之间还有那么一丁点的不同。同一个品牌的产品优点和缺点相对比较统一，所以咱们这次鼠标推荐直接按照品牌聊产品。能出现在视频里的鼠标已经超过市面上70%的同类产品了，没提到的要不然就是太垃圾，要不然就是我没用过没什么参考意义。那么首先今年毋庸置疑的年度最佳旗舰品牌雷蛇。雷蛇的品牌优点就是硬件独占，性能最强，并且没有之一。你想要最强性能鼠标就只能买雷蛇，并且这2年雷蛇是真的有在认真做产品，模具优化、增加图层以及雷云驱动中打开游戏自动切换 8K 回报率的功能。不管是24年横空出世的独亏 V3 Pro 还是25年接力发布的蝰蛇 V4 Pro 都是毋庸置疑的年度最佳旗舰鼠标。同时我还得提到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用的巴塞利斯蛇 V3， 缺点就是电池容量太小， 8K 续航稍微有点尿崩。那么独亏 V3 Pro 属于是近2年掌管半抓把手感的神属，它对于中大手玩家掌心完全接触，指根完全分离，同时指尖形成点状抓握的半抓把握持姿势拥有非常不错的契合手感。虽然硬件性能上仅次于蝰蛇 V4 Pro， 但你要说雷蛇的鼠标哪一款我最推荐，我依旧会选择独亏 V3 Pro。流线型的人体工学设计加上联名带来的不同质感，尤其是这款 Sentinels 联名款，虽然说战队成绩打得不怎么样，但这块鼠标真的是我个人心目中颜值第一的存在，好吧。缺点的话还是雷蛇玩家老生常谈的续航问题， 8K 回报率下18小时的续航，高强度游戏基本2天一充，甚至1天一充，说实话确实有点短。当然网页驱动我也希望雷蛇今年能做出来，毕竟雷云4对于新手小白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学习成本的。那么蝰蛇 V4 Pro 目前最强的中大手趴握人体工学模具，硬件配置上当然目前世界最强并且没有之一的第2代 Focus Pro 45K 传感器，45000的 DPI， 900IPS 最大速率，85G 加速度，除了手感更适合中大手趴握，并且这一代的功耗优化非常好。虽然还是360毫安时的电池，但是我们实测1K 回报率使用状态下也有173小时的续航。那么巴塞利斯蛇 V3 的硬件配置和独亏 V3 Pro 差不多，它的特点就是拥有雷蛇作为登场的 RGB 灯效，手感上更加适合中手的趴握，也就是掌心到指尖的完全贴合。巴塞利斯蛇的4向电感滚轮对于一些连招多需要设置鼠标红的游戏来说非常 bug， 滚轮往左偏和往右偏都可以单独设置鼠标红。缺点的话就是鼠标重量大部分人不一定能接受，同时开灯状态下续航非常尿崩。雷博今年的声量非常夸张，一定程度上算是引领国内鼠标厂的发展方向，可以称得上是雷蛇大雷之下的2雷。洛迪克541主控的首发以及2万 IPS 国潮电竞部件的首发都是风头无二。雷博鼠标优点在于量大管饱，300档价位，最好的网页驱动，最好的硬件配置，目前鼠标界最大的800毫安时电池。当然差一点最大的还是可以加钱选配无线充电底座以及无线充电模块，底盘换上充电模块就可以放在日常手机无线充的位置，非常方便。续航体验上可以说是目前鼠标界毋庸置疑的最爽鼠标。缺点就是鼠标外壳的注入场有点拉了，质感和结构强度稍微差点意思。雷博 VT 2代全系列其实我都挺推荐的，全系都一个54115主控，200块钱超频版3395，300块钱超频版3950，都是同价位性价比夯爆的存在。唯一需要注意的点就是你的手型适合 VT 2代的哪一款鼠标。个人用的最爽的是雷博 VT0类 XM 的模具，低趴细腰翘臀，抓握时鼠标左侧的臀部能够给到大鱼际一个强支撑的感觉，同时38毫米的低背又能够让掌心空出来，在对枪微调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灵活的控制感。不过 VT0是一个非常偏向中小手抓握的鼠标，指握的话也能部分兼容。当然如果你想单纯指握的话，我更推荐雷博的 VT1 啊。VT1 是雷博自己原创的模具，小手万牛，中小手指握抓握趴握都 OK， 不过鼠标的收腰曲线会更明显一点，相对来说更加适合内扣式抓握。而雷博的 VT3S 可以说是目前使用体验最好的类 EC 右手人体工学鼠，主要还是续航这个东西对于体验来说真的还挺加分的。3天一充和3个月一充甚至能直接影响到你的使用习惯。VT3S 的尺寸会偏小一点，更加适合中小手的抓握与抓趴，而 VT3 的尺寸则会稍大一些，更加适合中大手的抓握与抓趴。不过有一说一，我还挺喜欢雷博滚轮上方的这2个 DPI 按键的，对于办公党来说使用起来真的超级方便。当然如果你是中手或者中大手的一个手型，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的一个握姿，那你完全可以看看雷博的 VT2， 这个肋口标光模具的对称鼠标，中大手指握抓握趴握都很合适，后掌心的点手感很强，也是目前圈内圈外公认的泛用性最好的模具。 VT 和 VT9 则是更偏向中大手趴握半双发的模具。 VT7 的手感有点类似于独亏 V3， 但实际体验还是会有细微的差别。最根本的原因是鼠标右侧的腰部曲线近乎平直，相较于独亏 V3 人体工学的内味会更重一些。那么这款鼠标我个人感觉是比较适合131握法的趴握，12握法下无名指会不可避免的搭在右键盖板侧的缝隙上，体验相对一般啊。而雷博 VT9 的腰部曲线会收得更紧，更加适合前身式抓握。当然个人建议啊，如果你是 FPS 竞技类选手，还是上 VT0 或者 VT3S 的顶配版，抓握的手感是真
真的很不赖。麋龙星球属于 DIY 主义商跨界做鼠标，优点是性价比真的高，100元以下杀穿的那种。MX301 59块钱 ，MX302 69块钱。鼠标外壳的注塑工艺好的不像这个价位的产品，横纹线处理的不错，外壳也不怎么打油，性能参数上也能直接对标200价位以下的鼠标，甚至59块钱的 MX301 它竟然还有网页驱动，甚至还不是公版，因为它的传感器用的是国产传感器。缺点的话就是鼠标睡眠时的唤醒速度会慢半秒左右，不过不影响使用。看这个包浆程度，这款鼠标我已经用了1个多月，59块钱的日常办公以及中度游戏完全够的了。MX301类独魁模具不过会比独魁 V3 小一圈，比较适合中手抓握以及半抓趴。国产 S1 传感器16000 dpi 60G 加速度300 IPS 追踪速率。MX302 类独魁 V3 模具容感涂层比 MX301 大上一圈，比较适合中到手抓握以及半抓趴。国产 S1 Pro 传感器24000 dpi 300 IPS 追踪速率60G 加速度。说实话，性价比真的爆炸。当然，真要说电竞，我觉得还是不得不提一下我最喜欢的大眼睛 ROG。ROG 今年在鼠标上也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网页版奥创驱动，依旧炫酷 RGB 灯效、UR2 RGB 和龙鳞2 ACE。当然，我个人用下来最让我惊喜的还是这一款有线鼠标，龙鳞 mini 标准版，179售价，学生价直接149。鼠标涂层抗打油的效果居然比自家1000元旗舰还要好，并且标志性的 RGB 灯效、神光同步也都有，甚至还支持奥创网页驱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龙鳞 mini 标准版的这根散神线质量真的很好，使用体验和无线区别不大，指握抓握半抓趴的手感也非常合适，尤其适合前身式抓握。大 AD 这边的顶手感很足，当然如果你想要无线旗舰性能，那还是直接买龙鳞 ACE mini。UR2 RGB 则是中小手人体工学模具，比较适合抓握与半抓趴，左侧尾部以及滚轮都做了 RGB 灯效，炫是真的炫啊，耗电也是真的耗电啊！如果不是给舍友和兄弟装逼的情况下，我还是建议把 RGB 灯效关了，续航能长久很多。那么 UR2 还有一个非常独到的优势，就是它支持3角机械微动与5角光微动的热插拔，对于极客玩家来说可玩性还是很高的。当然，旗舰鼠标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 ROG 龙鳞2 ACE， 它除去搭载诺迪克 54H20 主控之外，2代的模具相较之前改变也很大。之前1代模具的屁股有类似狗屁王一样顶手型的感觉，现在2代的模具不顶掌心，甚至会有一点空出来的感觉。而大小鱼际这边顶手感会更重，更加适合中大手的抓趴，并且自带的小节柔器也能支持无线 8K 了，用起来就非常 crazy。罗技作为御三家之一，这2年在电竞鼠标这一块，说实话还挺摆烂。狗3、狗4我这边都有，狗5的话，我在写文案的时候还没发售。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狗3啊，作为鼠标界公认最万金油的中大手模具，狗3几乎适合中大手玩家所有的握法姿势，也是为国产厂商致敬最多的一款模具，并且25年 OTA 升级之后，罗技的 Hero 2代传感器性能参数上可以说是远超原相的3950，即便放到现在依旧是超一线的旗舰水准。而狗4作为狗3的人体工学版，说实话个人用下来感觉就是抓趴会比较好用啊，因为狗4的背高44毫米，放在鼠标界是真的高，你很难用指握和纯抓握去使用狗4。而它的前脸并不像正常人体工学鼠一样有一个右倾的坡度，就导致纯趴握的话无名指会有点没地方放，稍微有点尴尬。所以即便是2026年你要问我罗技打游戏哪一款鼠标比较好，我依旧会中大手推荐狗3，中小手推荐小狗。当然办公这一块罗技还是太权威了， G102 G304 中小手指握抓握，日常办公打游戏都舒服的一逼。适合习武之人趴握使用的 G502 我依旧不推荐它无线的版本。说实话 1K 回报率，40小时的续航真的太短，而且无线版本接近200的差价，真不如直接买个有线版使用啊。虽然现在市面上大伙都打着平替 G502 的口号，但 G502 的无极滚轮到现在依旧无人模仿，而且 G502 的用户他就喜欢这种120克的重量握着踏实，甚至还要加点配重快。所以如果你本身喜欢 G502 这款产品，我是觉得你没必要去看那些口头上打着平替 G502 的鼠标。国内目前真正能撑得住旗舰鼠标牌面的厂商，个人感觉还得是蓝族。从最早的亚特兰蒂斯到24年下半年的玛雅叉，都是职业赛场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国产鼠标。虽然25年的蓝族没什么新品，不知道在哪儿憋了个大的，但这并不妨碍 CS 职业赛场亚洲、中东地区蓝族鼠标的使用率依旧拥有恐怖的8%，是仅次于罗技与雷蛇的第3大选择。而蓝族这几款鼠标里边，我个人最喜欢的还得是这款粉色的玛雅叉，它可以说是除狗屁王之外最万金油的中大手模具了，指握、抓握、趴握都完全没有问题。不过个人还是更喜欢直接趴握使用玛雅叉啊，因为它的背高部分做了一个倒三角的设计，对于大小鱼际的顶手感并没有那么强，手掌一整个趴上去的时候就感觉手感非常的柔，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趴握鼠标。抓握的手感也非常合适，它收腰曲线并不精进，也不会过度平直，算是介于狗屁王3和独魁 V3 之间。当然粉色玛雅叉还有一个非常独到的优势，就是送人送礼这一块，蓝族包装给到的仪式感以及产品本身的审美都是绝对不会让你掉面
面子啊，当然价格也是。如果你的手型在18厘米以下，也可以选择小号玛雅不带插的版本，只是单纯的模具尺寸稍微小一点，配置都一样，重量还轻了2克。那么说到蓝族鼠标，亚特兰蒂斯 mini 冠军版也是不得不品鉴的一环，非常极致的一款内扣式抓握鼠标，左侧臀部能够很好的顶住我的大鱼际，并且亚特兰蒂斯的收腰曲线你们也能看得到，设计的非常激进，前低背低窄腰宽臀的这么一款模具，让它的抓握控制感相当出色。而亚特兰蒂斯 mini 另一大特点就是这款鼠标的底盘采用这种半透镂空的底盘设计，非常好看。当然蓝族的缺点也和雷蛇一样，就是电池太小，续航稍微低了一点。虽然蓝族25年没什么动静，但25年上半年还是陆续发布了英卡、保罗这2款鼠标。英卡作为类 ZA 的小众模具，它在抓趴时会有一种非常变态的锁定感。它和亚特兰蒂斯不同，它是一个前低高位的一个设计，并且和原版 ZA 那种填充掌心的手感也不一样。英卡会在掌心尾部会有一点空出来的感觉，但是大小鱼际的吸附感非常强烈，和正常抓握鼠标靠指尖锁定的感觉不同。英卡会更偏向依托掌心来移动，腰部曲线相比原版 ZA 也更收缩一些，重量更是控制在40克左右，加上蓝族设计的底盘，即便是真 ZA 在我眼前，我也会选择英卡。而保罗，说实话，胡歌真的是有点敷衍，可能那段时间在忙磁入键盘的事情吧。非常简单的概括就是蝰蛇 V4 mini 版，模具的设计和手感基本上就是小1号的蝰蛇 V4，并且蓝族最大的特色底盘也没有了。个人感觉这款产品其实放到赛洛斯那边发布会更好一些。阿斯顿属于外设圈纯新人，优点是做产品的态度还不错，提到的缺点基本上都会改，网页驱动也是更新的比较早的那一批。不过营销这一块做的确实一般般。现在个人感觉阿斯顿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年轻了一点。G03和 G04 的配置都是3995或者3950搭配华为新产的主控。G03属于类龙鳞的模具，比较适合中大手的前身式抓握，也是阿斯顿做的第一个电竞鼠标，完成度还稍微差点意思。但 G04的话，它的完成度就非常高了，类 EC 的模具、金属漆的涂层，加上钢铁侠配色，搭配华为新产的双8K 方案。如果你房间设备干扰较多，确实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选择。微智人作为第一个把鼠标价格打下来的牌子，虽然公司内部的变动挺大，不过今年通过和三角洲明星主播林树联名，加上产品本身做的也不差，该有的网页驱动、质感、涂层以及硬件配置都是同价位最好的那一批，现在也算是走上正轨。搭载诺基克54115主控的蜻蜓 F2 大师版、飞龙 Y2 大师版以及蜻蜓3大师版的产品竞争力都非常不错。蜻蜓3大师版是经典的类狗 Q 王万金油模具，并且是目前来说做的最细节的一个类狗模具，包括引导槽、鼠标重量以及底部角贴，除去规避专利必要的1毫米偏差之外，几乎可以说是1:1复刻狗3。中大手的指握、抓握、趴握都很适用。相比狗3，如果你更在意续航的话，蜻蜓3大师版的体验会更好一些。飞龙 Y2 大师版是类 NP01S 的模具，高背翘臀，不过和 NP01S 相比，飞龙 Y2 的背高会更高一些，并且背高靠后，大一到掌心这半边的手掌会有非常饱满的填充感，更加适合中手前身式抓握。而蜻蜓 F2 大师版就是纯粹的低背抓握鼠标了，中大手的抓握和指握都没什么问题，掌心这一块也是完全空出来的感觉，大一击也只能顶到一小部分，对枪微调非常灵活，但相对的这个模具我用着会有一点累了。前者算是这2年异军突起的老牌子，主要之前做办公键属于有点太没存在感。前者鼠标的优点是鼠标质感这一块几乎是整个行业最好的一家，金属漆、混合碳纤维相比普通的 ABS 塑料质感真的好了不止一截。缺点就是网页驱动虽然有，但是公版页面稍微差点意思。那我手上有他们家的 S7、S9V2 以及前行者 ZC。S7 我觉得没必要说了，也是类狗的模具，3950加诺迪克5284连配置。当然，如果你是焊手用户的话，个人主推他们家的前行者 ZC。3950加诺迪克5411我的主控，并且是我们目前测试8K 回流率下功耗最低的一款鼠标。混合碳布的这个外壳材质真的不沾指纹。模具的话是类独魁 mini 的模具，非常适合中小手的前身式抓握。它的左侧臀部可以很好的顶住我大鱼际中心的位置，但是内扣式抓握，个人感觉碳布还是稍微有点太滑了。前行者 S9V2 则是类独魁模具，手感基本上能做到和独魁 V3 1:1复刻，比较适合中大手抓握与抓趴。前行者 S9 的金属漆是目前来说类独魁模具质感最好的鼠标，一个是前行者的调色不错，颜色很正啊，第二个就是鼠标底盘改成这种大小贴之后，手感更好，观感上也非常简约高级。鼠标的内侧网页驱动我也看过，其实还挺不赖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等网页驱动上了之后，我可能400价位以下都找不到不选前行者的理由了。2025年的 ADK 产品力拉的确实很爆。ADK 鼠标的优点是网页整合驱动是目前国产做的最好的一批，硬件配置也基本上是同价位性能最优。并且25年有在认真研究自己的东西，比如 ATK 鸭嘴兽，但相对的 ATK 鼠标的缺点就是品控一般。541鼠标
标的省电模式必须在 ATK 官网刷长续航固件，这也是鼠标接收器都得刷才可以使用，还是有点太抽象。那么 ATK 的鼠标我手上是有4款 ，ATK 鸭嘴兽、A9 大师、A9AL， 以及我个人认为 ATK 家鼠标的门面担当 ATK 裂空 F1V2。A9 大师我觉得没必要多聊啊，类狗的模具，第一梯队的硬件配置。A9AL 纯粹是加了纹身，减轻了重量，新的配置以及模具上并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咱们这边就直接一笔带过。ATK 鸭嘴兽可以说是25年 ATK 冲击高端鼠标的标志性鼠标，不仅做了原创模具，就能性能上也是除雷蛇之外第一个搭载诺迪克 5CH20 主控的鼠标。模具上个人认为它是一个更加适合中小手指握抓握半抓趴的模具，虽然它看起来有点像类 XM， 但是它的臀宽只有 62.5 毫米，并不像 XM 的臀部曲线那么饱满，抓握的时候基本上只能顶到我手掌大鱼际内侧的位置。不过背高靠后，并且37.4毫米刚好能填充到我的掌心，所以抓花的手感其实还挺不赖的。46克的重量控制以及鼠标机身强度，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卖点。当然，如果你是中小手抓握喜欢大鱼际支撑饱满的玩家，鸭嘴兽的臀部还是有点太窄。我必须给你推荐一下 ATK 的裂空 F1V2，40克的克重加上窄腰中臀背高居中的这么一款模具，抓握和指握的手感非常好。鼠标左侧臀部能够很好的贴合我大鱼际外侧根部的位置，不仅不松的同时，38.8毫米的背高也是刚好够到我食指指根的位置。再搭配这个40克的鼠标重量，长时间使用起来就非常舒服，近乎无感。不过这款鼠标也有2个缺点，一个是涂层不怎么抗打油，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极致轻量化换来的上盖结构强度稍微差了一点。英飞哥鼠标虽然卖了很多，但是在电竞圈一直都是小透明的感觉，主要还是英飞哥鼠标太均衡了，对比同价位卷王没什么太大优势，但同样也没什么缺点。不过对于电竞玩家来说，驱动软件上的体验会稍微差一点，只是公版驱动。英飞哥的英9、英9枪火版、英10、英12、英12 Max 这几个我都有。说实话，个人感觉英飞克家最有竞争力的还是99块钱的英飞克英9，类7502的人体工学模具非常适合中大手趴握，并且它还有静音微动可选，非常适合在宿舍使用。不过静音版买之前最好先和客服确认一下，英9枪火版也是挺有活的，给你塞了2个震动马达，按一下就可以直接触发震动，也可以在驱动中调节震动模式，让你玩 CF 逆战刷怪更有反馈感。并且说实话，类7502模具的鼠标很少有性能拔尖的，这算一个，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太重，鼠标克重超过100克的鼠标啊，用户范围确实比较狭窄啊。英飞克英10虽然是类狗票王模具，但实际上手区别还是挺大的。首先是手掌曲线会比狗3激进很多，更加适合中手的内扣式抓握，而英12 Max 算是类狗4鹰眼模具，但实际上手英12 Max 的背高虽然和鹰眼一致，但臀宽74毫米比鹰眼的68毫米要高出很多，人体工学的味儿要更足一些，比较适合中大手的趴握。英12则是在 Max 基础上模具不变，尺寸稍微小了一些，比较适合中小手的趴握与抓趴。太多的鼠标这2年在研究拆解拼装，比如热插拔磁吸上盖、热插拔超级侧键、热插拔微动，可玩性放在鼠标圈里边也算是独树一帜。最早出的千金伞就是给你送了一套镂空上盖以及静音微动，更换的方式也非常方便，直接搬开磁吸上去就 OK 了，可玩性也很高。不过99块钱的模具精度确实差点意思，拿来玩一玩还可以，长时间使用这个微动盖板的框量很大，用着说实话有点不太舒服。不过后面出的这个太琴确实还真挺有意思的，除了更换镂空上盖之外，你还可以通过更换侧键盖板，从3个侧键换成9个侧键。对于一些喜欢设置鼠标红的哥们来说，太琴这款鼠标确实很不错。不过个人只建议买399元搭载原像3950的版本。缺点的话，一个是驱动是公版驱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鼠标重量110克，使用起来有点锻炼麒麟臂了。如果你是速热党，想要兼顾静音与游戏，那你可以尝试一下漫步者的鼠标 G3M Pro 以及 G5M Pro。漫步者鼠标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优点，就是热插拔微动太方便了。G3M Pro 只需要拨动鼠标底部的拨杆，就可以让鼠标在静音与游戏轻坠来回切换，并且这个微动还是漫步者与华诺定制的微动，静音效果非常好。模具方面比较适合中大手抓握，鼠标左侧臀部可以非常合适的支撑住我大鱼际中间以及食指指根，而漫步者 G5M Pro 则是通过拆开底盘上盖更换微动模组来实现清脆与静音之间的切换。功能上其实大差不差， G5M Pro 会更加适合极客玩家。模具方面 G5M Pro 比较适合中大手的趴握与抓趴。漫步者的主要优点就是全能，并且玩法确实多啊，缺点的话就是主控一般啊，专注电竞还是看看别家。达尔优的鼠标我这边暂时只有2个，达尔优 A16 和 A17。A16 属于中大手抓握半抓趴模具，宽臀微微做了一些收腰，能顶到大鱼际中心的位置，背高居中40毫米，刚好能和食指指根保持暧昧的距离啊。说实话，漫步者 G3 Pro 的手感和这个还挺像的。A17 的话，主要优点还是在性能上用上了目前最强的诺迪克 5CH20 主控，并且还带一个磁吸无线充电底座，中大手趴握人体工学模具，主要是重量上到了70克，属于现在主流市场偏重的一个鼠标重量。其次是达尔优的网页驱动做的还是稍微差点意思。
思。当然，如果你是网吧老板或者开电竞酒店，那我还是非常推荐你买达尔优的。一个是耐操，第二个是达尔优鼠标的抗干扰做的挺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鼠标合集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形式的鼠标合集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以及弹幕留言。如果视频有帮到你的话，请别忘了点个关注，拜托了，你的关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